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场战争已经打了3个月了？3个月前，美国打伊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黄金要暴涨，结果呢，黄金从那时候的高点一度跌到了4500美元边缘。4500美元，这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这是黄金多头的心理防线。3个月过去了，战争还在继续，但你的仓位呢？你是那个在5000美元以上买了黄金，现在被套的人，还是那个在4500美元边缘抄底等着一波反弹的人？今天这期视频我不站任何一边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3个月市场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？4500美元这个数字在3个月前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，那时候大家说的都是5000、5500、6000美元。现在呢，4500是生死线，守住多头还有希望，跌破空头全面占优。3个月的战争教会了我们什么？先说清楚现在的情况。3个月前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，伊朗誓言报复，霍尔木兹海峡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点。3个月过去了，战争还在打，谈判也还在谈，两个国家一边打一边聊，谁也不肯让步，这就是市场最难受的状态。不是打赢了，不是谈成了，是打打停停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期视频不是简单告诉你买还是卖，而是告诉你在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背景下，你应该怎么想这件事。首先，我们把数字说清楚。3个月前，美国打伊朗的时候，黄金价格大概在什么位置？不同的数据来源给出的数字略有不同，但大概在5200到5600之间。今天呢，黄金现货价格是4529美元1盎司，也就是说3个月下来，黄金跌了大约700到1000美元，最大跌幅超过 10%。如果你在5200以上买了黄金，现在每盎司亏了大概700美元。如果你在5600买的人，现在每盎司亏了超过1000美元。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100盎司的仓位亏了7万到10万美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持仓的人后悔了吗？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，是真金白银的亏损。好，现在说回4500美元这个数字，为什么这个位置这么关键？从技术分析角度，4500是过去一段时间黄金多次试探的支撑位。什么叫支撑位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买方力量曾经多次止住了下跌。就好像一个楼层，你从10楼跳下来，中间有好几个楼层的水泥天花板挡着你，4500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天花板。如果这次跌到4500，它撑住了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上还是有人愿意在这个价格买入黄金，可能是央行，可能是机构，可能是大户。这个位置守住了，黄金就还有希望。但如果4500守不住呢？那下一个支撑位在哪？说实话，没有人确切知道，可能是4000，可能是3800。这就是为什么4500叫做生死线，守住了，多方还有明天；守不住，空方全面占优。现在我们说说这3个月教会了我们什么。第一个教训，战争不等于黄金暴涨，这个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。打仗了，地缘风险上升了，黄金不是应该暴涨吗？理论上是的，但现实是市场是向前看的。3个月前，美国打伊朗的时候，市场已经在定价战争风险了。换句话说，战争开始的那一刻，这个利好已经消耗掉了。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是通胀压力没有继续恶化，是美联储按兵不动，没有大幅加息，也没有大幅降息，是全球经济虽然不好，但也没有崩溃，所以黄金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力，开始回调。第二个教训，长期逻辑和短期事件要分开。如果你在5000美元以上买了黄金，你的逻辑是什么？是地缘风险，是央行增持，是通胀对冲。如果你的逻辑是这些，那3个月过去了，这些逻辑变了吗？央行依然在增持黄金，美国国债依然在膨胀，全球通胀压力并没有消失。所以从长期逻辑来说，你持有的理由可能并没有消失，只是短期价格波动让你难受了。第3个教训，没有人能精准逃顶和抄底。那些在5600卖的人，真的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了这波回调吗？不一定，可能只是运气好。同样，现在在4500买入的人，也不一定就是抄到了真正的底部。真正的底部只有事后才知道。
接下来几天有几个信号值得密切关注。第一，霍尔木兹的实际航运情况，油价有没有继续上涨？第二，美联储官员的表态，他们对接下来的利率政策怎么说？第三，4500这个位置有没有企稳的迹象？把这3件事放进你的信息流，这比盯着价格每天波动有价值的多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可以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查一下你现在持仓的平均成本是多少，不需要任何软件，打开你的券商 APP， 历史记录里都有，算出你的平均成本，对比一下现在的4529，你心里就清楚了，你是被套了还是盈利了。第二件事，想一下你的投资逻辑还成立吗？你当初买黄金的理由现在还成立吗？如果成立，继续持有是不是你的选项？如果不确定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减仓观望？第三件事，把这3件事放进你的每周信息流。霍尔木兹航运情况，美联储官员讲话，黄金4500技术表现，每周末看一次，不需要每天都盯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心自己钱袋子的人。点一下订阅，你是持仓被套的人还是空仓观望的人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来聊。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